哎，你醒了？行，看来卯时已到。哦，你这墨额，我怕你紧张，所以我又给你带上了。我刚去潭底游了一圈，我发现那个家伙极为聪明，超过1炷香的时间就会被他发现。我还没有找到江城说的那个洞，我担心已经被那个怪兽给堵住了。你的伤不应该下水的。我没那么娇气，倒是你，温宁给的药怎么样？江城他们跑出去那么久，也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找到元首。我估计啊，我们还要在这个洞里面待上一段时间，而且跟那个妖兽还有一战。你看那妖兽像何物？王八，一只大王八。有一种神物，便是如此形态。神物？你说的可是玄武神兽？玄武亦称玄冥，龟蛇合体为水神。正是。哪有神兽长这样的？一口獠牙，还吃人，跟想象中的也差太远了吧？自然不是真正的玄武神兽，不过我曾经听说一尊假玄武，与这只妖兽很像。假玄武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可还记得蓝以前辈提到过的屠戮玄武？薛崇海控制一只上古妖兽屠戮玄武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这么一说，跟这只大王八还真的有点像。难道说这只大王八就是几百年前薛崇海留下的屠戮玄武？正是如此。哦，哎，罢了罢了罢了，管他是什么鬼东西，咱们不是说好一起行侠仗义的吗？如果今天咱们杀了这只大王八的话，也算是闯出侠名了。就算倒霉一点被他杀死了，那也是被一个100年、1000年，啊，不对不对，被一只万年大妖兽所杀，传出也不丢人，对不对？闲沙术，仅有7弦，由粗到细，可即拆即合。切骨削肉如泥，可从内部攻破。我同意从内部攻破，但是你们蓝家的闲沙术，我有所耳闻，
龟壳里面束手束脚，怕会影响你的发挥啊。再加上你腿上未愈，这闲杀术恐怕是要打折扣吧？听我的。屠戮玄武龟甲固如堡垒，表皮坚硬无比，看似不可突破，但越是如此，它藏在龟壳之内的躯体部分就可能越是脆弱。我潜入到它的龟壳之中，找到它的这个弱点，着重攻击，逼它逃出龟壳。待他一逃出龟壳，你就对他施展闲杀术，我们二人里应外合，与他血战到底，就看谁能耗死谁了。万事小心。如何？幸好你没进来，这味道你闻见就算不吐，也要被熏晕过去。蓝湛，这怪物可不得了，不仅吃人的肉身，还把灵石也一起嚼了，和阴铁一样。强的怨念，看来是这把剑把
屠戮玄武困在了这里。
魏婴，醒醒，醒醒！恭喜父亲，傀儡实力大增，统一各大世家指日可待。告诉温煦，让他找到薛洋，还有，在岳阳和清河与薛洋有关的所有人都好好查查。是。不过父亲，孩儿有一事不明白，您已经找到了3块阴铁，为什么还要找最后1块？3块阴铁力量再大，也不能操控已被阴铁控制的傀儡。孩儿明白了。如果薛洋同时练就傀儡，即使我们操纵3块阴铁之力，也无法反制于他。孩儿这就去办。去吧。真的死了，真的死了。蓝湛，刚才我听到很多人在我耳边尖叫，把我震晕了。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。没想到，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蓝二公子如此景象。蓝湛，我刚才还以为我活不了了。魏婴，你发烧了。好舒服啊，蓝湛。好无聊啊！京城这个臭小子，怎么还不来救我啊？哎呀，太安静了。蓝湛，唱首歌来听好不好啊？我就知道你不会理我。
战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啊？魏无羡，你醒了就快起来。你这人也太沉了，我搬块石头也比你轻。是你？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特意来救你的。这么说来，那我还真是多谢你了。魏无羡，你醒了。江城，魏无羡，你总算舍得醒了。江城，你这个臭小子可算来了。你叔叔都几天了？蓝湛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他身上还有伤呢。谁身上还没点伤啊？现在姑苏蓝是一团乱，他自己先赶回去了。那他，魏无羡，你不先感谢我？你知不知道为了救你们，我跟金公子这7日几乎是没日没夜没合眼。7日，过了这么久吗？可不是，离着最近的姑苏和清河都被温氏给占了，我们只能都先去往兰陵。这次说来也要感谢金公子，若不是金公子在金宗主面前极力相劝，力主讨伐温氏，我们也不能带人来救你们。我没有剑，要是等我回到云梦，可就不止7天了。对了，我忘了你们没法遇见。那温潮呢？温潮他们呢？他们没有拦你们吗？说来也奇怪，这温氏最近不知是发生了什么，将温晁、温煦都派了出去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要不然我们怎么那么容易去挖洞，然后救你们出来呢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一次是你救了我们，多谢。江公子，既然人已救出，我们事不宜迟，赶紧走吧。如今几大世家合力对抗温氏的大势已定，逃出的各世家弟子齐聚兰陵，不知道会不会引起温若寒的注意。虽然如今暂且无事，却不得不防温氏的报复。我和魏无羡会尽快赶回去，劝说阿爹，与公子一起，共商讨伐温氏大计。好，那我们就此告辞。公子保重。想不到这个金子轩还真有担当。走了。
魏无羡，走了。禀报二公子，刚有客卿传讯，说是，快说，说是有人见到金氏小公子和江氏公子，带了10几号人，偷偷溜进了木樨山。他们又来干什么？难道是来救魏无羡的？都这么多天过去了，再加上那只王八，他们恐怕是来给魏无羡收尸的吧？你们两个去那山洞看一看，蓝忘机和魏无羡到底死了没有？这愣着干嘛？快去呀！是。温如流，你带着娇娇先行一步去往云梦看住他们，如有情况随时报我。是。魏无羡，这回就算你侥幸没死，我也不会再让你舒服地过下去。攻者，柔木而弦之以发矢；沉坚，掖肘，静待时机，方能箭无虚发。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师傅，我以后会好好跟你学射箭的。江叔叔，我也要射纸鸢。阿成、阿羡，师姐，回来了。阿羡，阿羡，阿羡。你醒了，师姐。好了，终于不烧了。师姐，我渴了。别急，姐，你熬的汤我帮你拿过来了。莲藕排骨汤，好喝。师姐，你做的莲藕排骨汤是这世界上最好喝的莲藕排骨汤。你是不知道，我在玄武洞那几天啊，肚子饿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师姐你做的莲藕排骨汤。你别着急，慢点喝，锅里还有呢。好喝。阿羡，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哎，别下来，别下来。江叔叔，我好多了。
我要师姐给我擦嘴。你没长手吗？手太重了，抬不起来。我再去给你做点好吃的。阿夏，这次让你受苦了。江叔叔，我其实还好，只是在那个洞里面待了几天。倒是江城，他辛苦，奔波了数日来找我。做得不错。恭喜你了。恭喜什么呀？只是你不在，要是你在的话，那颗头也有你的份儿。只是你不在啊，我连个讲话的人都没有。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和那个蓝湛坐在一起，可把我给憋死了。憋死你活该，当初你就不该逞英雄，不该管这些破事。要是你当初没有……江城，你知道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妥吗？我知道。江叔叔，没事的，他就是随口说说，发个脾气而已。阿成啊，有些话，就算是生气，也不能乱说。说了，就表明你还没明白我云梦江氏的家训，还没有。是，他不明白有什么关系啊？魏婴明白就够了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说的可不就是像他这样，明知道会给家里带来什么麻烦，就还要闹腾。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可笑！我竟要被这样询问，江宗主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也是莲花坞的主人？记不记得这里的每一块土地都是我的地界？记不记得这坐着的和站着的哪个才是你儿子？我当然记得。你是记得，但光是记得也没什么用。这个魏婴也真是，一天不惹事就浑身不自在。早知道，就应该让他待在莲花坞，禁止出门。那个温潮，难道真的还敢把姑苏蓝氏和兰陵金氏的2个小公子怎么样了？就算敢怎么样，那也是他们运气不好，轮得着你去逞英雄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你们等着瞧，他早晚有一天会给咱们家惹出大乱子不可。行了，走，咱们回去说。回去说什么？回哪里说？我偏要在这里说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江城，你过来。江宗主，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，你好好看清楚，这个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莲花坞未来的主人。就算你是因为他是我生的而看不惯他，那他也还是姓江。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外边的那些人是怎么说的，说江宗主这么多年来还对某某散人痴心不改，视故人之子为亲子，甚至还说魏婴会不会就是你的于子渊。江风眠，你以为你的声音大就怎么样了吗？我还不知道你了。哼！你给我站住！我还没说完呢。江城，江城，江城，你听到了还不答应，找打！滚回你床上，躺着去！那可不行啊！那些乱七八糟的鬼话，你可千万别听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鬼话？那些鬼话说出来都脏了我的嘴。你等等啊！总之，我爹娘都是有名有姓的人，我最见不得那些给我下落户的人了。你听我说，
咱们把话摊开了说啊，别藏在心里别别扭扭的。你呢，是江叔叔的亲儿子，未来的江家家主，所以江叔叔对你呢，自然是严厉了一些。哎，我就不一样嘛，哎，我是别人家的儿子，我爹娘呢又是江叔叔的好朋友，所以他对我呢，自然也就客气了一些。这个道理，你明白吧？他对我并不是严厉，只是不喜欢。哎，哪有人不喜欢自己的亲生儿子呀？哎，你别瞎想了，那些嘴碎传谣的人，我见一次打一次，打得他们爹娘都不认识。就是有，他不喜欢我阿娘，连带就不喜欢我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他喜欢那种性格，不是他想要的继承人。他觉得我不懂江家的家训，半点没有江家的风骨。是，你和蓝忘机合力斩杀屠戮玄武，浴血奋战，了不起。可是我呢？我也是奔波数日，精疲力竭，一刻也没有休息过。这家训算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谁说的有家训就一定要遵守啊？这姑苏蓝氏3000多条家训，如果每个人都遵守的话，那还活不活了？再说了，谁说做家主就一定要受家风、从家训的？我就不信，咱们云梦历代这么多位家主，每个人都一样。再说，这姑苏蓝氏不也出过蓝毅这样的异类吗？可谁敢否认他的实力和地位？论及蓝家的仙门名士，谁敢略过他？谁敢略过他的闲杀术啊？所以啊，你就别瞎想了。等你将来做了家主啊，我就做你的下属，就像你爹和我爹一样。这姑苏有双璧算什么？咱们云梦就有双杰，所以谁都不能这么说你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自己也不行，谁敢说我就揍谁，知不知道？就你现在这样，能揍谁啊？江城，你现在疼得要死，当初为什么逞英雄？活该，给你长记性。我是逞英雄吗？我那是迫不得已。江城，你说咱们还会遇见他们吗？我怎么知道？血热到风凉，山高水远，又闻清香，沉静未倦，我的花园。